哎呦，又见面了！正在看直播间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Ryan。现在我人是位于公坝的 BHP 油站。今天来这边做什么？今天来这边呢，就是要叫我身旁这辆 Proton S70上云顶。到底这辆 Proton S70会给我怎样的试驾体验？等下就让我分享，让你们知道。在影片开始之前呢，希望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观众朋友，如果只是第一次来我频道的观众朋友，可以支持我一下，订阅我的频道，还有开启小铃铛。在这边呢，也非常谢谢你们支持。OK 啦，这样的话呢，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试驾内容吧。Let's go。OK， 今天我们试驾这辆 Proton S70呢，它是一个 Flagship X 版本，可以看到它的上面呢是有天窗的。这辆车呢比 Flagship 是多了天窗跟这个行车记录器。So 我个人认为啦 ，Flagship 版本的 Proton S70是最有性价比的。Flagship X 的呢就看你们自己讲啦。然后今天试驾这辆车呢，它是一个 1.5 3缸涡轮增压引擎，搭配了 7-speed 的 DCT 变速箱。这个引擎呢，它跟 Proton X50 TGDI 版本不一样，它是一个 MPI 版本，所以它的马力呢是只有148匹跟226牛米的扭力。然后它的驾驶模式有3种 ，Eco、Sport 还有 Normal 3种驾驶模式。所以等下呢，我们就会用一个 Sport 模式来上这个云顶山上。然后这次呢，它的轮胎是采用了一个 Goodyear 轮胎，铝圈的尺寸是17寸的铝圈。至于它的避震的话呢，就是前轮 MacPherson， 后轮是 Torsion Beam 的避震。对比它的对手来讲的话呢，其实它的对手是以价钱来讲的话，它的对手就是 Vios 跟 Honda City， 但是它的官方是讲啦，这是一辆 C segment 的 sedan 车。以 C segment 的 sedan 车来讲的话呢，对手就是 Civic 跟 Altis。好，基本上它的介绍大概是这样子啦。现在呢，就让我们把这辆车开上云顶吧。好，现在我们要开始爬山了。到底这辆 Proton S70会给我怎样的试驾体验？现在我们来开始。当然，今天我的驾驶方式也不是什么赛车手的驾驶方式啦，就是一个普通家用车的驾驶方式，但是会可能比较激进一点点。因为我要体验一下这样 Proton S70它的加速感，以 Sport 模式来上这个云顶，哇，它的加速体验会是怎样的？再来，我们来体验一下这个 Suspension， 前面 MacPherson 后尾Torsion Beam， 在对于操控性来讲的话呢，是不是这么的不是很友好？ OK， 第一个弯 ，OK， 这个轮胎不错，抓得住。而且今天的车也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这个加速体验可能就这样了。刚刚我把这个打压放风了啦，但是还是可以体验到这个 steering 是蛮轻巧的，而且它的感觉就是那种很直拿打拿的感觉，不错。这个 steering 它的指向性，连鼓色香灰啊，所以基本上以 Sport 模式来爬这个坡，我觉得还 OK。不会没有力的感觉，然后你可以很好的控制你的油门来过它的弯。只不过讲在加速方面呢，它可能就会有点 turbo lag 了。就当你那个重脚下去的时候，它就会慢了大概是0.几秒才会给你那个动力。但是它的 body roll 我觉得控制得很好，会让你觉得这辆车好像3个轮子在地上，1个轮子飞在天上那种感觉。虽然讲这辆车它用的是Torsion Beam啦，哇，今天车好多。Blind Spot Monitor 我也觉得做得蛮不错的，基本上我也不用太过去看 Side Mirror 了，我看我的 meter 那边呢就可以显示到我的后尾有没有车的，所以我要隔车的话，基本上我也不用特地去摆头，我只要看 meter 就可以知道我旁边有没有车，这样子我就可以做一个比较快的预判。这种连续弯道其实还不错哦。要不是前面有一辆车顶住，这个轮胎有点抓不住啊。这边声明啊，我不是什么赛车手啊，我也很少走云顶，所以如果我是说可以看到我驾驶的姿势不对的话，还请多多见谅啦哈。
可以体验到它的那个动力来的真是很快，而且它的屁股很听话哦，会因为那个连续弯哦，让你觉得 hold 不住这样子。这 suspension 的调教不错。好，刚刚过了这个检查站了，要正式上山了。因为今天是我一个人关系，所以我就用着低档来试看一下会不会吃力啊。轻轻松松，哦哟 ，relax man， 哇，第二个大弯，转，前面一辆巴士的顶住，哦哟，来 ，come on baby。有点偏轮了，这轮胎有点 hold 不住了。再就是这辆车呢，它的 brake 啊，哇，我觉得它的 brake 真的是很刺，踩一点点它就很刺很咬的。所以这辆车如果是说你在拿新车的时候哦，你要注意啊，你要去习惯一下这个 brake， 你含着那个 brake 的踏板就够了的，它就会慢慢的开始把这辆车减速。所以这辆 S70它的 brake 是合格的，这个 brake 可以很刺，而且这个是原装的 brake 啊，不是那种什么 performance brake 来的。对于它的 brake， 我觉得真的需要一点时间来去适应啊，因为它的 brake 真的是太刺了。以前我觉得多大的 brake 已经很好了，反而这个 brake 哦，比多大的更刺了，哇！啊哈 ，come on baby， 来大的，高的，这个幅度它有点吃力啊。来，前面也是有一辆涡轮车 Activa， 3缸涡轮增压引擎。再来还有一点就是啊，这辆车它的隔音表现，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不错。整体从 KL 驾到这边来啊，我听到的比较多的是胎噪声会比较多。对于那风噪的隔音啊，还有引擎的隔音，这辆车它的隔音表现真的做得很好。整体驾起来真的是非常舒服，只是唯一令我不太满意的就是这个椅背啊，这椅背我觉得太过突出了，变成它很顶我的背。我个人会比较喜欢那种把这个背部可以牢牢的刻在里面的那种那个椅背，就是这个椅背是我个人的原因啦，可能就觉得它没有这么舒服，对于长途驾驶来讲，但是整体来讲它的乘坐姿势是 OK 的，整个的驾驶姿势我觉得是非常符合我的驾驶的姿势。Checkpoint 清水寺。
了。哇，以一辆90多千的车，这样的动力表现真的是超乎我的预料之外。Compare than Vios 跟 CD 来讲的话，这个动力表现没有得好黑嘛。想一下，90多千买一辆这么跑得的车，虽然讲它的样子可能没有这么年轻啦，它的样子可能比较成熟稳重啊，但是样子是可以改的。你只要把那个纱绒啊、那个 grill 啊喷黑色，加一套 body kit， 再如果是说你喜欢那种路感比较明显的哦，你可以把它 lower， 哇，这辆车一定很好驾。OK， 观众朋友，以上呢就是这个 Proton X-Series 它的上云顶的试驾体验啦。对于这辆车啊，我的总结只有4个字，那就是游刃有余。当然，你们以为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是吗？没有，我们还要把这辆车开下去Sepang，来体验一下这样 Proton X-Series 它的Sepang赛道体验是怎样的。好了，就让我们一个响指去到Sepang吧。OK， 经过了这个云顶沙滩之后，现在我们来到了雪邦赛道。接下来呢，我们会把这辆 Stock Car 的 Proton X-Series 开下去雪邦赛道，来体验一下这辆 Proton X-Series 在雪邦赛道它的表现如何。好了，废话不多说，就让我们一个转场进到车内吧。OK， 今天来体验这个Sepang呢，其实啊，我只是做一个 passenger 罢了。今天由我们的专业人士 Rider ADH 带我来体验这个 Proton X-Series 下Sepang赛道。到底这个 Proton X-Series 会有怎样的赛道体验？我们就交由我的 Rider ADH 来带我体验。所以我的生命就交给你了哈。其实刚刚我已经体验过了啊，然后我是觉得这辆车，动力表现可以，刹车，公路可以，赛道不行。Perfect 干爹。转弯 body roll 有一点严重，那是我一个人的时候如果我现在载你可能会更严重。让我们去试一下咯，去试一下，体验一下。这是一辆 Stock Car， 原装的tire，原装的 brake， 原装的 rim。Alignment 也原装没有改过，对，所以我们要体验一下到底这辆车它的 body roll 几严重，然后它的动力表现如何，它的刹车有多弱，在这个赛道了。但是这个是赛道啊，平常民用是没有问题的。对。那如果是说你要提升这个 brake 的话，这个车主你们也可以去找我们的干爹，我们的Rider ADH干爹 Perfect， 最有性价比的刹车器。OK， 很久没有体验这个Sepang赛道了，去上一次阿多推过后了。对。OK 嘞，可能还没有快了。现在是还没有很快了。我们来快一点点。全油门啊。我觉得它有点推头，所以我一定要收油。不过我觉得 OK 嘞，这车其实还蛮推头的。不过我觉得还 OK 嘞，其实。有一个弱点，这辆车有一个缺点，它如果有 pedal shift 就很好，因为我们在赛车的时候，通常我们不会把手离开太久，或者我们可以尽量不离开方向盘就不离开方向盘。是这台车它没有 pedal shift， 所以我们在想要退档的时候啊，没有办法退尤其是在转这弯的时候，你看我的手就不能离开方向盘了。如果你讲美诺不是要离开咯，那个不一样啦。当然，美诺比起 DCT， 如果 DCT 有的 pedal shift， 那肯定更好咯。没有办法，其实我觉得这个家用车。对。你看，我现在我要退档，我手要过去，虽然那个动力会衔接不上大家也弱一点。对。这辆车很推头所以你看我进这种弯的时候，我油门一定要放，我油门要收。现在载了你就更加推头了。没办法，多一个人重量，多60公斤对。不过我觉得它的那个底盘很 firm。刚刚我们在进第一弯之前，就是15弯到第一弯的那一个最长的直路这台车是可以加到170。你看那个玻璃肉，我整个人都要往外抛了。我已经是要往外去了。如
如果 compare 你之前的Satya Neo 来讲的话呢，它的动力如何？出弯的表现，这台车会比较弱一点，因为 Satya Neo 是手排嘛，我可以自己很快速的排到我要的那个档位。可是这台车因为它是 DCT， 所以如果我要用这个很不直觉的排档方式来排档的话，我不懂它现在是退到第几档了。所以出弯的时候那个动力衔接会输一点，然后这台车它的 body roll 比起 Satya Neo 的 body roll 控制表现是比这台车好很多。当你的 body roll 越少，你的车往外抛的那个几率就会越低，所以它的那个 understeer 的感觉就会更少。这辆车很 under， 尤其是一旦高速，好像这样子啊，这个弯，这个是5、6弯，我如果油门踩深一点，我的车就直去了。不管我 steering 怎样摆，它都是会往外抛。这个应该是可以用到这个 suspension 的 tuning 来做到改善啊。这个如果以后有副厂做 suspension 的话，可能可以针对这一点做调教。再来就是刹车器啊，刹车器我的 Satya Neo 用的是 Endless 的嘛，然后再加上 Endless 的刹车皮啊 ，CCRG 或者 MX72，跟这个原装刹车皮比起来，这个几乎是停不下来。它的出弯速度比你的Satya Neo还慢呢，慢太多了，慢太多了。你之前如果是在这个Satya Neo的话哦，应该是蹦上去了。再来就是轮胎啦，Satya Neo不一样，Satya Neo 用的是 AD09，这个是一个街用胎，街用胎，所以差别还是很大的。退，你看我要用手动的方式去让它退档，可是我又不能很直觉的知道它在什么档位，这个就是一个出弯不够快的原因啊，缺点。所以刚刚呢，我就有独自一个人驾这辆车，做到的时间是3分钟04秒。你问我满意吗？以一辆全原装街用车来讲的话，这个成绩是不错的。可是如果你讲以赛道，平时我开的赛道车来讲的话，当然了，这个成绩完全是不理想啊。所以还是要加钱，去改装这辆车，来可以应付这个赛道。对 ，suspension 要改，轮胎要改 ，brake 要改。对，那我们来讲一下，是不是还可以买这辆车？是不是讲这辆车跑赛道成绩不好，所以不要买这辆车？不是哦，这辆车其实它在赛道表现不是很好，但是以这样子的体验，如果你拿它的同级对手啊，一样这样跑啊，一定会跑出更差的成绩，一定。OK， 我们拿那个 T 牌来讲，我知道你有拿 T 牌的去试过这条路了。对。那 compare 来讲的话，你这辆车比 T 牌如何？好很多啊。好很多啊！但是我的 T 牌有换了轮胎，换了 Sport Rim， 换了 brake 啦。如果以原装对原装来讲，这个会比 T 牌的来得好。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呢，其实这辆车对于家用来讲是很充足的。肯定充足，肯定没问题。好了，我们现在去做一个结尾了，让他继续去体验了。好。OK， 来总结一下这辆 Proton S70啦，这2天以来把它加上去云顶跟下这个10磅赛道啦。对于这辆车，我个人评分啊，这辆车的底盘真的是不错的，它的底盘会感觉到很 firm。再来就是它的动力表现嘛，上了云顶，它动力表现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是游刃有余的啦，是有多过头的。因为这辆车呢，我在这2天体验下来啦，从Proton的总部到这个10磅赛道，到这个云顶哪里，我觉得这个动力肯定是足够你们日常使用的。对于这辆车有些什么缺点，我的看法就是啊，首先这2天体验下来，我个人觉得它最大的缺点就是这个椅子，我不太喜欢啊。我个人是不太喜欢那种顶背感太强的椅背，但是这辆车的乘坐感是好的，它两边的包覆感确实是稳的。像刚刚我在10磅赛道嘛，坐起来的感觉，哇，虽然讲那辆车很推头了，可是你的腰部可以牢牢的锁在这个椅子上面，会让你觉得整个人好像要抛出去这样子。对于这辆车，我觉得以这个价位来讲的话呢，真的是可以击败它的同价位的对手了。因此，对这辆车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你们不妨可以去到 Proton Showroom 来去体验一下这辆车，在驾驶上面带给你们的感觉，你们一定会喜欢上这辆车。好，除了这个 Proton S70拿来上山下赛道的视频之外，接下来呢，我还会有一个 Proton S70的油耗测试的影片。想要知道的观众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子的话呢，你们才不错过关于这个 Proton S70它的油耗表现视频内容好了。OK 了，这样的话，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了，拜拜。